断章取义的剪辑成短片，再放到新浪微博啊这样一些平台上，配的文字就是说我接受了绿媒的培训，接受了台独的培训。曾经我在上海经历过的一场饭局，饭局当中有一个疑似高官的人物，而非常巧的呢，我在台北也参与过一次类似的饭局，饭局当中也有台湾的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一边呢说我接受台独教育，抹黑造谣祖国大陆，而另一边呢说我是带着任务过来渗透台湾的统战工具人。所以这件事情刚开始爆出来的时候呢，我非常想抓住这波流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，因为爱情嫁来台湾，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。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，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，经常拍一些不怎么讨好人的影片，掉订阅数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我2024年最后一支影片了，或者说是2024年最后一个会掉订阅数的影片了。其实在拍这部影片之前，我纠结了很久，到底要不要实话说出来。坦白说，这部影片的内容就跟我存折上面的数字一样，很不讨喜，甚至我觉得会让一些观众看完直接说我要退订。那为什么我还要拍出来呢？在这个2024年的年底，我依然要保持初心，依然要做一个不怎么讨好人，但是讨好自己良心的说实话的一个 YouTuber。 那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我们做自媒体的人当然是很关注流量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刚开始爆出来的时候呢，我非常想抓住这波流量，想蹭一下，然后想自己到底应该选哪边来站，说一些讨好观众的话。但是和一些人聊过天之后，我就打消了自己这个念头。和一些不怎么偏向流量，不怎么被流量绑架的人聊过天之后，互相取暖之后，给了我这份能量，让我觉得这就像站在一条浑浊的河流里一样，你可以去选择浑水摸鱼捞快钱，也可以选择做一块中流砥柱。虽然说这样有一些拔高自己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顶住流量的诱惑，说一些实话。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随着泥沙流尽，才能知道谁在这条河里是没有穿底裤的。而虽然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但说真的，这个记忆非常容易被新的事件，层出不穷的新事件所刷新。就像我刚来台湾时候出现的外送员所说的毛美长旗事件，还有台中玛莎恶少的事件，那个时候新闻几乎是1周每天都在播，但是这些事件的后续还有谁在关心呢？所以我也希望在这次的事件中，在许多年以后回顾自己的时候，我不希望看到自己当初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。我相信掉订阅数只是一时的，我更希望看到未来某一天，我真的没有力气去对抗这个残酷的世界的时候，躺在沙发上回看以前的自己，发现这个人还蛮带种的嘛，让我能觉得自己人格还没有暗淡，我还是有正能量在的。那我刚刚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前阵子非常火的八囧和闽南郎的事件。影片开头呢是说了闽南郎个人的经历，他为何会从舔共变成反共这样一个觉醒人士的形象。那其实他以前就有在中国少林寺待过的经历，然后呢又在什么华侨大学就读，说学校里会给他们培训习近平思想等一些非常红的类似洗脑的教育。他说在课本里呢经常会接触到一些美国啊、国外啊、日本啊对中国的打压，然后中国起来反抗，有一些正面的英雄的形象，让他觉得很热血沸腾，然后觉得中国这样一个抗战过程非常不容易，所以觉得中国现在这样崛起很了不起。那说实话，这个以前我们也接收到一部分是这样的教育。它正式爆火呢是在疫情期间，好像是2019年还是18年的时候，创作了一首叫做《中国老总》的歌，里边的歌词就非常舔共，宣传中国疫情做得很好之类的。后续就接受到非常多的媒体采访、媒体报道，把它打造成一个网红的形象。再然后呢，他赚了钱，就跟自己的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。但是他说合伙开公司的过程当中，
其实被朋友给坑了，朋友把他的资金拿去操作，把他的员工全都挖角，他开公司1分钱都没有赚到。后续他就跟这个朋友去打官司，但是因为这个朋友的母亲是一个中共里边的小干部，所以他官司赢不了这个有官员在背后支撑的家庭。而后他就自述自己遭受到了铁拳的捶打，才开始觉醒。我对他这样的觉醒先不发表任何意见吧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身为中国的天龙国人、上海人的，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挨到什么铁拳，而且中国很多政策都是对上海非常有利的，上海其实可以说是生活的比较优越的一个地方。但是我知道中国存在非常多的不公，就包括很多人拿着非常低的工资，而可以去花很高的钱请类似像闽南郎这样的台湾人去大陆做宣传，他甚至不需要太多付出努力，就可以得到与付出不那么平衡的收入。类似这样多的不公还存在非常多的方方面面。后续呢，就是闽南郎实际去联系了一些当初在中国各方面的媒体，有什么海峡导报啊，还有统战部的官员啊，然后甚至有一些台湾的小网红，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小网红，让他带更多没有去过中国的台湾人、台湾的网红到那边去接受所谓这样的一个宣传。整部影片其实就是揭露了中共对台统战的操作方式，说中国长期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台湾舆论，而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拉拢与塑造正面形象，就一般就是邀请台湾的网红或者自媒体到大陆进行拍摄与宣传，而这些活动通常会设定一个主题，例如展现大陆的美好生活、两岸文化交流。那据巴囧他们的分享，他们觉得这样一些活动的背后都藏着一个舆论操作系统，也就是通过网红或 KOL 传播，大规模塑造正面的大陆形象，以达到统战的效果，以达到渗透的效果。上集就揭露到这一部分，而下集至今还没有播出，应该就是闽南郎反串一个继续舔共的台湾网红，去那边实际跟相关的人员接触的过程。其实看完整部影片，让我比较惊讶的一个地方在于，台湾人会对这个中共这样的宣传操作觉得很惊讶，感觉好像他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操作模式。但老实说，其实这样的宣传很早很早以前就一直存在了，甚至在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五毛党，也就是在一些社群上面发一则公开的贴文，宣传中共的正面形象，你就可以拿到5毛钱人民币的奖励。当然这个说法的真实度我不得而知，但是五毛党这个名词很早就存在了。那说完这个事件呢，其实前不久我也有上过一次新闻，有被采访过一次。采访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从我被新浪微博上的某一些小粉红攻击，然后引申到中共在缩紧舆论，好像只要我们分享了在台湾的日常生活，夸奖了台湾的各方面生活的好处，就是在帮台湾做大外宣。近年来，有不少年轻的陆配 YouTuber， 他们经常拍摄影片，分享在台湾生活的点点滴滴，称赞台湾比中国大陆好，却遭到了中共策动网军攻击恐吓，甚至有人呢只是受邀到海基会参访，就遭出征是民族败类。学者分析，过去只有谈到敏感的政治议题才会遭到炎上，但是现在呢，只是单纯的分享台湾的生活，也会遭到恶意攻击。显见对岸对台湾整体气氛紧张，言论空间也受到了限缩。断章取义的剪辑成短片，再放到新浪微博啊这样一些平台上，配的文字就是说我接受了绿媒的培训，接受了台独的培训，这只是邀请我们去参观，也并没有要求我们拍成影片。受邀参访没拿任何1毛钱，却无端遭指控是台湾政府训练打手，狗狗也很无奈，自己只是纯粹拍片记录在台生活。那很有意思的呢，就是这个新浪微博上的小粉红，他所攻击我的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是说近年来台独团伙培训一小撮
绿配蛙，他们除了对大陆进行造谣抹黑，甚至长期往返两岸。看了数百个绿配蛙的视频，他们的内容各有特点，但离不开育儿、旅游、美食等进行伪装。真实的目的是配合台独团伙洗脑岛民与渗透大陆。其实他这个说法让我突然想到，我差不多在1年以前进行过一次报警，报有人诽谤我。那诽谤我的那个人当时在网上的留言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也去找了出来。他里面是说，1年多前看到大姚带姚妈去高中跟学生交流，大姚在自己的影片上说他被邀请去演讲的内容有提到中国爱用的 app， 譬如抖音、小红书、微信、支付宝。因为中配影片的主题一致性过高，果然没过几天看到奶爸狗狗也做了一集讲那些中国 app。而后他还说，他还被几个无名账号针对性的莫名留言攻击。看来有任务的中配是由网军支持骚扰像我们这种揭露者，所以他觉得我们这些路配 YouTuber 就是来搞乱台湾、带风向、洗人口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一边呢说我接受台独教育，抹黑造谣祖国大陆，而另一边呢说我是带着任务过来渗透台湾的统战工具人。所以这样小粉红和小粉绿两边的无端扣帽子，让我更坚定我要保持自己的中立客观的态度来说一些实话。说完上述这件事情，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会在下集跟大家分享曾经我在上海经历过的一场饭局。饭局当中有一个疑似高官的人物，而非常巧的呢，我在台北也参与过一次类似的饭局，饭局当中也有台湾的高官。那具体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会在下期跟大家揭露更多的真相。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大家再会。